现在这国内边控对象啊，既可以是中国公民啊，也可以是外国公民了。你就是拿了美国护照的蓝本子，也不好使。在操作层面，最神奇的是啊，你入境的时候没事儿，当你出去的时候，你会被告知边控了。哎，你就老实待着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。今天是美西时间7月18号，开始今天的5件要闻。第一件事啊，有一位美国公民在中国被边控了，现在还没回来了。我们看一下新闻报道。据 NBC 新闻，美国富国银行富国贸易融资的董事总经理毛晨月近期入境中国，被当地禁止离境。现在该公司已要求所有员工谨慎前往中国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给新闻媒体说，没有比每一个美国公民的安全更重要的事情了，他们现在正在密切协调。有些人听着名字，这不是个中国人吗？怎么是美国公民呢？我们简要了解一下他的情况。毛晨月是出生于上海的美国公民，常驻美国亚特兰大。据毛晨月的领英页面公开资讯，他在2012年担任富国银行负责监管该行的国际保理业务，并为跨国客户提供跨境金融融资方面的建议。毛晨月前往中国的原因尚不清楚，被禁止离境的原因也尚不清楚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星期五在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布，他不了解富国银行的事情，但是说中国致力为外国公司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。这说了呢，实际上没有解决这个现实问题啊。我发表一下我个人观点。咱们都清楚啊，所谓的炎黄子孙啊，它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。可以这么说吧，只要你出生在中国，你就是走到天涯海角，你无论你宣过什么誓，入过什么国籍，拿了什么护照，但是在祖国眼里呀，你还是中国人，还是咱自己人。既然你回来了，说不让你出去呢，你还真离开不了。所以说啊，有的时候呢，跟你的岗位也有一定的关系。如果你是普通老百姓，你不用担心。如果说你涉及到中美之间的贸易啊、融资啊、做点生意啊，这方面你就要谨慎一点了啊。好，我们说到第二件事。宗庆后这4个孩子啊，现在少说是4个，其实还有一些没浮出水面的。这件事实际上在江浙的富豪圈它产生了一个外溢效果。什么情况呢？目前在暑假期间，凡是海外留学的这些孩子们，俗称的小刘基本上都回国了。回国以后就开始谨慎的和父亲谈话。必须得说清楚有没有除我之外的私生子女。如果有的话，你有没有给他们设立过信托？如果有的话，你现在最好把那个企业什么法人呢，什么的执行董事慢慢的培养一下。目的是啥呢？他们也怕有这种突然冒出来的弟弟妹妹呢，给他分享这个财产。还有些人呢，他本身知道他属于叫非婚生子女，这些人呢也回去了，让自己的妈妈跟爸爸商量一下既然说咱是这个身份也改变不了了，那你能不能搞个信托？就跟那宗老板似的一人不用7个亿，1个亿也行。目的是什么呀？给我们有一个身份和财产的保障。老爷子哪天万一出个什么事儿，对吧？没来得及立遗嘱，那大房的哥哥姐姐如果说我爸曾经录过像曾经说过，凡是海外资产都是归我了，那以后我怎么跟姐姐哥哥打交道呢？怎么还要打官司吗？你赶紧提前说清楚，有我们也认了，但是信托你必须立起来你看这富豪也有富豪的烦恼。第3件事，北京这房价它现在有的区域降幅还是比较大的。有人说是个段子，我看不是真事儿。现在是这样北京有一个小区叫山水文园，算是豪宅吧具体在几环我不清楚。因为呢
业主群里啊发起了一个号召，号召是说，现在由于最近某人出了一价低价房，群里成员号召大家一块儿挺一挺，坚决不要再买房子，或者出来一个指导价，最低你不能低于这个。为什么啊？因为他们前几年能卖到1500万人民币，你知道这2天卖了一套多少钱？1500万的房子，前2年现在是980万成交了。你现在也没法说，哎，那个业主你为什么卖？人家说我公司缺钱，对吧？我要还贷款，我要还各种费用，是吧？我总不能说房子卖吧。所以说啊，卖了这980万，在当地的买主眼里，说明这个房啊不可能再比这个高了。所以说，这些人为了捍卫自己的高房价啊，搞了个攻守同盟。但是根据历史的经验，或者根据人性考虑呢，市场的价格是供需关系博弈的结果，不是你这个同盟。可以这么说，有人讲，别说1000万了，也许转手啊发起这个人，别人出980万，他也卖，哎，就这么回事。因为现在有人已经报了最低啊600万了。好，我们再说第4件事，美国的川普啊，最近遇上的麻烦就是爱普斯坦的名单。除了这名单呢，这2天《华尔街日报》又爆了一个大料，说什么呢？在爱普斯坦50岁生日的时候啊，老川曾经给他手写了一个图片啊，写了一个生日祝福。那个图片他登出来了，我看了，说实话，我看完了9遍以后，我得出一个结论，他简直就不堪入目。他画了一个人物的形象啊，在一些不好的地方写了一些字儿啊，就不跟你复述了啊，此处省略23个字儿。总之呢，这件事爆出来以后，让老川非常没面子。现在毕竟是贵为总统了，你曾经写过那么一个字儿，他说这封信是假的，我根本就没有写过。但是啊，华尔街邮报啊，刚才说的是华尔街日报，现在是邮报，今天马上就刊出了一个这个老川曾经画的画，他那幅画曾经拍卖了$35,000，也就是说他经常画这个画。现在他的麻烦在哪里呢？有点啊，在 MAGA 里边镇不住脚了。首先，他给这些人啊，这么多年就灌输了一个概念，从第1任期就开始，美国华盛顿沼泽就是政商合一，这些人垄断了权力以后啊，就对美国老百姓进行了压榨。所以说啊，咱们必须得抽干华盛顿的沼泽，谁来干这个活呢？我老川是天选之人，所以这事儿我来干。现在这些选民啊，我只能说有些选民真信了他这套嗑了，也真把权力给他了，第2次入主白宫。那你现在要查呀，他抽干这华盛顿沼泽呀，这不是爱普斯坦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口吗？哎，里边不是有民主党高层名单吗？不正好把民主党给灭了吗？现在啊，他说他没有名单啊，让大家忘记这件事儿。现在这些人根本就不服啊，因为这么多年支持老川的信仰他已经没有了，他只需要看到真相，或者说老川，你是不是现在已经变成了你口里的那个华盛顿沼泽？这件事儿应该会继续发酵下去啊，我们也继续观赏。第5件事，俄罗斯打了几年仗，付出代价最多的，除了那些付出生命和伤残的军人之外，后方的普通老百姓同样在付出代价。最近啊，乌克兰的黑客他获取了一份关键的名单，我们来看，乌克兰黑客组织拿到了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的内部文件，显示2025年7月7日，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签署了一项秘密的命令，他只是在10月前印发15万亿卢布的1000和5000面值的卢布，狂印卢布，这个数量是现在俄罗斯现金数量的1倍，3个月之内啊，钱翻1倍。有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，比方说啊，一个包子卖1块钱，3个月以后啊，它就变2块钱了，因为包子还这么多，面粉就这么多，但是钱多了呀。所以说，真正付出代价的还是每一个人。通货膨胀本身就是对普通人的
抢劫。我刚看了一下最新的数据，5000卢布就是最高面值的那个钱，等于$63。这$63在美国也就是一顿饭吧，俩人夫妻俩出去吃顿饭也就50-60块钱。但是啊，这个东西能值5000卢布，你就可见卢布的购买力啊，简直是太差了。在这儿呢，可以给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啊提个醒儿，有些人啊特别喜欢打仗，尤其是被某些政客怂恿的啊，总想收拾这个，总想那个灭了那个。但你真正打起来的时候，你不上战场，后方的人啊一样要支付这个代价。好吧，今天这5件事分享结束了，欢迎关注大鱼观点频道，每天和你更新有意思或者有用的信息。另外啊，咱这个小节目啊，不造谣传谣啊，如果你想听真话，欢迎点赞和留言啊，咱们每天见。